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皱眉打电话那张照火了，我们骂的不是他老了，是我们不愿面对白月光也要毕业这件事。一组高清路透照这2天在各大八卦小组炸了锅。画面里是福建漳州街边一家汤粉店的外景地，谭松韵扎着麻灰色头巾，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白 T 恤，系着花背裙，巴掌大的脸，纤细的骨架，娇小的身形跟10几年前没太大区别。但镜头抓到的那个瞬间，她眉头紧锁，眉心凝出一道褶，手里举着电话贴在耳边，整个人绷着一股焦灼劲儿。路透党配的文字也很诛心，即使是小厨娘的俏皮打扮，也满眼疲惫。双引号。评论区第一条高赞直接把标题都替大家想好了，36岁的谭松韵也撑不起甜美角色了。说实话，这张照片不好看，但一张不好看的生图之所以能戳中人，不是因为谭松韵真的垮了，而是她撕开了一个所有人都心里有数，但一直假装看不见的事实，内于那个永远18岁的甜妹天花板。正在亲手把自己的天花板拆掉。先把时间线捋清楚。春和之上这部剧是6月1日正式在厦门开机的，出品方阵容很硬，最高检影视中心、腾讯视频、老友影视联合出品，导演是臧希川，总编剧李潇和于淼。谭松韵在里头饰演的角色叫季三妹，人设是法学博士出身，放弃更好的发展路径，进了集海市高新区检察院的未成年人检察部门，当一名卫检检察官。跟他搭戏的戴旭演刑警何亮，两个人是发小兼搭档，一个逻辑严密心思缜密，一个行动果敢执行力强，联手破涉未成年人案件。注意，这个角色的定位从根上就跟小厨娘俏皮打扮不沾边。季三妹要处理的系合是校园矛盾、网络侵害、家庭监护缺失、青少年心理困境这些实打实的社会痛点，需要的是沉稳、克制、有法理温度，不是眨巴着水汪汪眼睛卖萌。所以路透里他皱眉打电话，大概率就是在戏的状态里。一个检察官在外景地边吃简餐边催进度，协调取证，对接同事，眉头能不紧吗？但网友的眼睛是诚实的，大家看到那张生图的第一反应不是角色需要，而是他好像真的累了，岁月痕迹出来了，娃娃脸也有保质期啊，这才是最值得掰开说的部分。谭松韵的娃娃脸不是普通的甜，是内娱近15年最成功的一桩外贸资本运作。2016年他25岁，接了最好的我们里的耿耿，一个高中生。按理说25演高中生成年早该被骂穿帮了，但他没。短宽比例的脸型，低眼位，圆润鼻头，略微短的人中，这套面部结构天然接近孩童的布局，配上娇小骨架和软糯声线，愣是让观众心甘情愿吞下了他就是耿耿。这部剧爆了之后，以家人之名的李尖尖，锦衣之下的袁今夏一路把他焊死在了国民甜妹白月光的位置上。这本来是件大好事，在同龄女演员卷锥子脸、填玻尿酸的时候，谭松韵靠一张天然幼态脸吃到了最稳的红利，低调零绯闻，路人缘极好，商业价值一路走高。问题在于，当一个女演员的脸变成了一种万能通行证，这张脸同时也会变成一座牢笼。你想想她的处境，演少女，观众买账，但业内偷偷嘀咕只会演学生妹，试着接成熟一点的角色。网友又跳出来说装什么成熟，下巴线条都没有，怎么演御姐？她2013年在《甄嬛传》里演的纯贵人，天真纯净，戏份不多，但印象深刻。可之后的好几年，她也没能摆脱只能演小透明、戏路窄的标签。
后来的甜妹赛道爆红，反而把这个标签反过来焊死了。只不过这次是只能演甜妹，一样窄。这就是甜妹专业户的终极悖论：观众需要她永远甜，永远小，永远不老，但她本人不可能永远不长大。转折点其实来得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早，而且每一步都很具体。先说兰香如故。这部剧里，她饰演当家主母许兰香，而且有分饰设定。同一个演员要在千金与丫鬟的双重身份之间切换。最狠的一个细节是老年妆造部分，化妆耗时6个小时，出来的效果是佝偻体态、浑浊眼神、皱纹堆叠，跟记忆里那个蹦蹦跳跳的耿耿判若两人。有观众看完片段，直接在评论区打了一个冷颤。这还是那个耿耿吗？逗号。注意，这句感叹不是夸赞，也不是批评，而是一种认知失调。大家的大脑还没完成谭松韵等于成熟女人的版本更新。然后是2026年3月播出的《我的山与海》，这部才是真正把她往转型这一步推过临界点的作品。央视8套黄金档，她演方婉之，一个从山区打工妹一路逆袭成玩具品牌创始人的女性，年龄跨度从20出头拉到50岁左右。为了这个角色，她去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带过，观察女工手部裂口和老茧的细节。暴瘦、晒黑、素颜上阵，关闭柔光滤镜，黑眼圈和皱纹直接对镜头。播出后的数据是硬的，首播收视峰值。酷云峰值冲到 CVB 极均2.226%，全端播放量超9.41亿，央8年度收视冠军。谭松韵演活30年创业路的话题阅读量破了8亿。这组数据说明了一件很残酷但也很公平的事：观众不是不接受36岁的谭松韵演成年人。观众不接受的是36岁的谭松韵被包装成18岁继续卖。一旦你把成年和粗糙沉重真实绑定在一起，而不是跟强行减龄绑定，观众的接受阈值反而打开了。绕回春和之上，6月1日开机这天选得很巧，儿童节寓意摆在那儿。一部讲未成年人保护的戏，在属于孩子的日子里启动。谭松韵5月31日刚过完36岁生日，生日第2天就进组开工。开机仪式上有最高检影视中心和厦门市委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出席。这不是一部他可以靠眯眼、笑咬嘴唇、歪头杀混过去的剧。继三妹这个角色要背法律条文，要走办案程序逻辑，要在法理与人情之间做撕裂抉择。台词密度和精准度要求极高，情绪不是外放的甜或者惨，而是持续内压的绷着。所以那张汤粉店路透里满眼疲惫4个字，与其说是年龄的判决书，不如说是工种变化的侧写。一个法学博士转卫检检察官，在外景地站着扒2口粉的间隙还得盯进度电话协调，换成任何一个36岁的职业女性，那张脸也不会是精修广告里的样子。但互联网不在乎这些上下文，生图传播的规律永远是截掉前因后果，放大面部纹理，配一句他也不行了，流量就来了。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谭松韵团队也好，他本人的职业选择也好，这2年表现出的态度是不躲了。不是我要证明我还能演少女，而是我不靠少女赶吃饭了，所以你拿生图说事儿我也无所谓。你看他最近几次公开露面，海边素颜照泳衣边翘着，头发滴水，法令纹清晰可见，没有反光板，没有精修。点赞最高的评论反而不是朝他老了，是原来36岁可以不保鲜，只活着。这组图单条阅读量2.03亿，52.7万条评论，数字本身就在告诉市场受众的审美风向，某种程度上已经先于行业完成了迭代。再补一个很少人拎出来讲的维度，
谭松韵从始至终没签过大经纪公司，经纪人据说是大学同学，合同写得像合伙开店协议，没有那种流水线式的必须维持少女感人设的 KPI 捆绑，这在内娱几乎是奢侈的。大部分娃娃脸女星的冻龄不是个人选择，是合约条款和商业代言绑定的结果。代言要的是看起来不超过25，所以通告妆永远要给你填饱满、打高光、柔焦拉满。谭松韵能放任自己在央八正剧里素颜出皱纹，能在海边发无修图素颜照，能接一个要穿制服而不是碎花裙的角色，背后是有一定程度的人被还回来了的自由度做支撑的。当然，代价也摆在台面上。甜宠剧的基本盘是最容易变现的那批受众，退出甜妹赛道等于主动让出这块舒适区。路透照被拿来当他老了撑不住了的论据，本质上也是这部分受众的应激反应，不是他不好看了，是他不再提供那个让人安心的一切都是甜的、小的、不用长大的幻觉了。漳州街边那个皱着眉打电话的身影，穿的虽然不是小厨娘的俏皮行头，干的是卫检检察官的糙活儿，但如果非要说这张生图不好看，那他不好看的理由，恰恰是他比1000张精修梗梗图都诚实。